我发现很多厉害的人啊，他们不会试着去跟外界证明什么，他们都是自证。我想要做什么，我完成了，我很好，我达到那个目标。你骂我，关我屁事，我再做下一个。那是真正稳定内核会做的事情。对，就像我们讲，男人的内核是什么？就是不外求嘛。你把情绪跟结果向外求，你一定会削弱自己的主控权。男子汉学院，本节目是由全台湾最漂亮的 Podcast 录音师 Mike Nine 赞助播出。感谢 Mike Nine， 感谢干爹。我是 Eric 11骂，我是 Jeff Machine， 很开心。对，我们的第3季，对，第1季是打嘴鼓，然后男子汉学院有等于是我们的第2季，也是男子汉学院的第1季。你这样讲太复杂，简单来讲，很开心。男子汉学院第2季我们回来了，We're back。对，因为11骂前一阵子忙着去上很厉害的课，他学着如何当一个 life coach， 对，精进一下。所以我们全新版本的11骂回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会翻滚。对。然后我也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对，我们第2季有很多这个时间让你慢慢的讲。Okay，我会利用我学到的提问技巧，他会一直提问。对，挖掘我内心，把伤口挖出来。对，但是也许大家没有兴趣听你的伤口，我觉得很有可能。对，所以我还是把它埋起来就好。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你出一个功课。对，要怎么样用一句话精准的描述我们的节目？对，我想到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定义蛮好的。你自己讲好，你讲来听听。一个理解跟探索男人内核的频道。定义一下什么是内核。内核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我们思维的主轴，也是我们的信念，然后我们处事的原则都是从这个内核发散出来的。对。但是内核需要理解，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许不知道这个想法到底是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然后如果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就能够更快的去清楚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那探索就是因为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不管是男女，你心里都有很大的潜力。那你要愿意去探索，去接受那种不舒适感，找到答案，才会有新的发现啊。所以男人的内核是需要理解跟探索的。哎呦，很显然，我觉得这个定义是可以的。给过。很显然，你这几个月经历了这么多风雨，还是有一些成长。就对啊，你的内核还是被打磨了一下。内核更硬了，但是外在就是内核的形状更圆滑，但是里面更硬。对，里面更硬。对，更硬。好，给过。OK，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前一阵子很重大的一个拳赛，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看的，但是至少对我来讲意义重大，就是一个盛会了。对，因为 Jeff 是职业格斗家，然后我爸爸小时候，然后我爸爸是泰森，不是，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他也有练拳。OK， 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就陪他一起看电视上如果有转播拳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就是Tyson 最顶峰的年代。对，所以我等于是小时候我看了他很多的拳赛，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拳击界的 superhero。不单是你 ，Mike Tyson 已经是传奇了。就是有人说过，拳击界有史以来2个最具代表性而且最传奇的选手，其中一个就是 Mike Tyson， 另外一个就是阿里。就是你阿里巴巴拳王拳王阿里，对，阿里的故事大家也都大概知道，但是因为历史比较久了，那现在人大概都知道 Tyson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啊，然后重新的这个改过自新之类的，然后这2个已经是殿堂级的地位，拳王很多，但是几乎没有人比他们的知名度更高，然后更具有象征意义，所以这次比赛我觉得非常非常轰动，就是泰森又重出江湖了。前几年曾经有过他跟另外一个传奇拳王叫 Ray Jones Jr. 的表演赛，但是声量没有这个大。主要是因为他这次的对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网红，叫 Jake Paul。对啊，Jake Paul 其实我
我本来就觉得他是个屁孩而已，但是因为这个赛事，所以我去研究一下他，我发现哇，他其实很不简单。屁孩只是人设，对，但是他用了非常多厉害的思考方式跟推广，把这个人设放到顶峰。他其实我相信他内在也是一个蛮 hardcore 的人。对啊，简单介绍一下 Jack Paul， 他其实等于是他号称啊，但我觉得大家也公认他了，就是网红的世代里面，他们算是最早把 influencer 这一个词带到公众面前的这一群人。他们那票他啦 ，Jake Paul 跟他哥哥 Logan Paul， 然后Perp Lunk， 台湾人都叫他们叫西瓜，一个黑人，然后 Kim Batch，Kim Batch 后来还演电影，然后他们就是我知道的是他们是从之前一个 social media 叫 App 叫 Vine， 然后 Vine 专门是供6秒内的影片，然后他们就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很多无厘头的东西，然后很短的呈现，然后后来 Vine 被 YouTube 买下来，他们就顺理成章一起过去了，然后他们是第一批年轻人里面可以创造这么大的观看跟流量的网红，然后他们那时候的内容真的很有趣，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在国外无聊我就会看一下，因为6秒嘛，你就看哗，我觉得它就是 TikTok 的前身啊，对，但是他们影片限制时间更短，不能拍长，所以就有很多创意，然后他们要知道怎么在6秒内吸睛，可能1秒就要吸眼球，3秒就要把东西做出来了。那个是10年前嘛，对不对？那时候他才17岁，16岁，yeah，真的不简单嘞。然后后来他们转到 YouTube 之后，对啊，后来更红嘛，都是1000万以上订阅，而且观看率都是几亿的。像我就有印象，我曾经去体育台报道过一场拳赛当讲评，就是他哥哥 Logan Paul 跟英国一个网红叫 KSI， 一个玩电竞也是黑人，然后很好笑，两个人都是破1000万的订阅，然后那时候我还特别去查了，就是一些线上的像世界拳王，但订阅只有10万。然后我知道的是还没有任何一个格斗选手或者拳击手的订阅率有到他们的水准，所以他们是的确有很大影响力的。然后那场比赛也是有点半表演半真打了，但是因为两个人水准我觉得都还好，所以那个时候瞩目程度跟精彩度跟这个比还是有差。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第一次见识到，就是原来可以这样玩，帮他们暖场的是世界冠军。对啊，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大家知道，拳击在近10几20年，其实已经被综合格斗有一点比过去。前几年有比较明显的拉抬，风头有被带走，可是这几年拳击因为很多新的比较有个人魅力的拳王就出来了，再加上这群网红，其实对啊，你以一个职业格斗选手的角度，你怎么看 Jack Paul？ 因为他后来虽然有点争议，但是他毕竟他挑战的都是一线的这些 UFC 曾经一线的 UFC 顶尖的选手。对，我觉得中肯的给他一个评价，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他要打职业赛是没问题的。像他之前曾经有一个比赛，就是跟 Tyson Fury 的弟弟，就是之前重量级的世界拳王挑战，然后比赛输了，但是呈现出来的内容就是让发现到，他其实也没那么差。他跟一个职业选手可以打到这样，已经算厉害了。然后虽然很多人争议说他之前挑的对手都是什么 Ben Askren 啊、Tyron Woodley 啊，然后老的 Anderson Silva 啊，或者退休的 Nate Diaz 啊，但是这些也都是殿堂级的格斗家呢，都是冠军等级或者是传奇等级。对啊。Mike Tyson 那场比赛取消，他是跟 Mike Perry，一个在英国那个 Bare Knuckle 的裸拳赛的冠军。Mike Perry 以前也打 MMA， 然后在裸拳大放异彩，因为他就是那种斗牛拳类型。就他居然，我那时候觉得 Mike Perry 应该会修理他吧，结果 Mike Perry 居然打不过他。那场有 Mike Perry 被 KO 吗？对啊，对。所以 Jack Paul 令人很刮目相看的是，他跟这一些人打，他居然大部分是把人家 KO 的。先不管比赛是不是写好剧本，或者先不管比赛的精彩度什么怎样，但是你要能够跟这些人打成这样，像我刚刚讲，他跟职业选手打也虽然输了，但内容呈现出来也是不错。我觉得他的确在这方面是一直都有在自我提升的，这绝对骗不了人。那讲到剧本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拳赛一结束啊，我就看到哇 ，social media 上面大家，比如说拥护 Tyson 的就会说啊，因为
这个写好了剧本，所以 Tyson 他在好几个很多关键都收手了。对对对，然后很多人会说，因为他们不是拍了一系列的这个纪录片对，有在那纪录片里面，Tyson 的那个速度超快的，然后组合拳这样一直丢出来，然后在实际对战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其实都是只有一个拳一个拳，他很少有组合拳。对啊，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归训练，比赛归比赛。因为呢，训练的时候教练会给你固定的指令，或是给你一个框架，让你去完成它，而且教练会配合你的动作。所以训练的影片很厉害，当然你本身实力要够，但是它是一个在设定好情境去完成的任务。譬如说我做了特定的组合，反复操作，所以很厉害。123，123，或者说这个训练是半自由的，但是教练会指定要你做哪些动作，在里面做串接。那比赛人会动，而且比赛会有很多外在变化因素，譬如说不是找借口，灯光太亮太暗，角度或是温度，或是甚至观众的情绪，然后对手的反应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比赛跟训练不可能是在同样的状态之下去完成。所以训练很厉害的人，不代表在技术上可以比赛完全发挥。这是一个中肯的想法。然后 Mike Tyson 呢，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去真的去了解这件事情。他在7月份本来这场比赛他打的时候，他生了重病，而且是在非常突然的紧急状况，就是他严重溃疡，胃溃疡。对，他就说，据说他排便都是黑的，然后还吐血，然后后来医院检查，就他胃部有6公分的伤口，哇，然后大量的吐血，然后还紧急输血，然后医生还跟他说，你可能短期内都没有办法做剧烈运动。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选择在4个月内，包含复原期，回归赛场，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OK， 所以其实他并不是在他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说他以58岁他能够做到，当然他是用了非常人的状态去做训练，因为我有看他在训练的影片，其实还是非常累，他的训练分量也不是一般人想象能够承担的。对，但是他绝对不是在他现在年龄最佳的状态去出席这个表演赛，或是比赛，不管你怎么说，是，但是在那个记录的影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58岁的老人，可以这么讲，对，以很多的国家的文化来说，58岁已经近乎是一个老人，他可以还有那么快的身手，然后打出这么多组合拳，我觉得其实也是真的不容易呢。对啊，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对，非常厉害。对。那 Jack Paul 呢？很多支持 Jack Paul 的人就会说啊，其实 Jack Paul 好几个这个勾拳，他其实可以把他撂倒，然后他收手了。我觉得 Jack Paul 的部分要拆成2个方向去探讨，就是先从技术层面来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其实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有进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后他能不能成为拳击真正的排名选手，不行。但他能不能去打拳击赛、职业赛，可以。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因为他资源非常多，他有钱，但他也都找真的好的教练去提升他的技术。他教练也是很厉害，对，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人格跟商业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他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他也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但是不要越线，不要超过那个情感的界限。譬如说，我可以打赢泰森，但如果我把他打趴，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加分，甚至可能还会有很大的负面情感、负面的影响。所以他选择的一个我觉得是最安全的路线，虽然还是会有人批评，但是相对来讲安全，就是我打赢这个比赛，但是我在比赛当中展现了我对泰森的尊重，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路线，对。然后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们都要了解一件事，在公众场合或是在公众的舆论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100%正面评价，也没有100%负面评价的事情，你只能选择一个最好的路线。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在比赛里面后面的确有很多机会是可以连续重击去终止比赛，但我相信他自己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所以他到最后不是最后10秒钟
很明显就是鞠躬致意，谢谢你。有些人觉得在演戏，可是我觉得他就做到，他就算演戏也演得很好。对，在适当的时间点做了适当的事情。所以很多美国这些 celebrity 受访说，你对这个拳赛有什么看法？其实很多人的回答都很像啊。对啊 ，We're glad they get the money。对啊，是啊，它就是一个商业的表演嘛。对，有一半真一半假，或是你觉得假比较多，真比较多都好，但是它达到它的效果，6000万人，6000万在 Netflix 上面观看，6000万人，但是没有人达到过这样的观看。对啊，所以都说了是个表演赛，大家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可以认真，但是不用鸡蛋里挑骨头。对了，你说Tyson可以真的撂倒他，我觉得也有点不切实际。你说他要撂倒Tyson吗？我觉得也不好。所以这个结局是那你刚才其实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对，我觉得双方都知道了。他就是一个，所以我一直强调，我觉得是一个表演，虽然弄得好像是很真的要厮杀，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表演，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拳击或者格斗这一件运动其实是很残酷的。我们从以前就常听一句话叫“拳怕少壮”，是对吗？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否认的事情。年龄就是硬伤，这是不可能逆天而行的事情。我们可以，我还是一个运动员，我还是每天训练，但我很清楚也知道，我跟5年前、10年前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对，我30几岁才开始打职业赛，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跟别人比起来我比较老，可能体力上有点吃亏。我现在回头看，那时候体力真好，真厉害，那就是年龄的差距。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年龄带来的体能各方面的下滑，但是技术可以弥补，经验可以弥补，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局限在。对，所以大家也看出来了 ，Jack Paul 真的他不是只是一个网红，他真的是很认真的，他很认真的在经营自己在拳击上面的事业，然后他也很精进自己的提升自己。对，那你看不起他，他也不在乎，因为他赚够了。然后而且其实我发现很多厉害的人啊，他们不会试着去跟外界证明什么，他们都是自证。我想要做什么，我完成了，我很好，我达到那个目标。你骂我，关我屁事，我再做下一个。那是真正稳定内核会做的事情。对，就像我们讲，男人的内核是什么？就是不外求嘛。你把情绪跟结果向外求，你一定会削弱自己的主控权。但如果你用自我认定的方式，我完成任务了，我肯定自己，你骂你的，我做我的。其实很多大佬或是很多强者，他们都是用这样的形态在经营自己的生活，经营自己的人生。我觉得Jake Paul 他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屁孩是人设嘛。你笑他屁孩，笑他什么？耍猴子戏，他钱照赚啊，然后他在历史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脚印，但是外面骂他的人，永远都会骂。对啊，而且 Tyson 在比赛过后，他访问他不是说那段话，他说我不需要跟世界证明什么，我只需要跟我自己证明。对，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说，如果有$2000万我也打，请相信我，钱绝对不是他打比赛唯一的动机。对，我觉得行为心理学我看过一个说法嘛，他说动机的来源很多种，很多刺激，其中一个是有形的报酬，最常讲就是钱。然后很多情况下设计实验的时候会以钱为一个实验组，然后还会有对照。后来其实大家发现到钱它可以提升一部分的动机，但是不可能100%涵盖动机的全貌，可能有一部分是钱，可能40%或50%，可是60%到50%可能是内心其他真正的因素才会驱动你去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事情是很奇妙的，就像你如果去跟业务员讲，你如果这单达到了什么，我再给你多少奖励，然后一直用这个方式，其实大家会觉得没有意义啊，我已经赚到够多钱了。可是如果你用其他的动机、内心的成就感的或其他东西去不要讲迫使。让他有动机去继续突破高峰，在某种程度下，他是比金钱回报更有效果的。所以我相信 Tyson 会打这个比赛，钱一定是重要原因。我不会说$2000万不香，但是钱之外，我相信他还有很多内在的
动力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对，因为58岁要完成这样的训练，绝对不是一般人想象这么轻松的事。就算给你$2000，你也不一定做得完。而且你看那个慢动作，他真正被 K 到，那也不是 K 假的啊。对啊，脸也是晃啊。对啊，即便对方有所保留，但是他的拳的那个力道，我觉得还是至少8成9成的力道呢。大家也不是傻瓜，你如果打拳软绵绵，打个3-4成，大家也觉得太假。对，所以你就算是表演有剧本，你还是要有足够的状态才能够上去做这件事情。对啊，因为他真的也是挨了好几拳了，双方都是啊。对，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泰森的这一次出赛激励了很多中年男子，或是甚至年纪更大的，因为他们就理解到很多东西，我们都会给自己设限嘛，年龄啊、家庭啊、责任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完成一件事情，就算你身体再怎么差，年龄再怎么大，你都还是会想办法去做好它。我觉得其实男人是一个需要目标的生物。是，我们之前有一集节目，其实也就在聊这件事情嘛。那当然，你后来我们有聊到一些，比如说男人总会替自己找借口，说我没有办法去追求那个梦想，是因为我时间不够啊，最常说的嘛，对啊，年龄啊，各种借口。对啊，然后我们还聊到，比如说看 A 片这件事情，它其实很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时间。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把心里面的那个热情点燃，然后把那些 bullshit， 那些脑子里面的废话还有质疑拿掉。对啊，那我觉得这一个比赛，很多人都在他整个比赛很热闹，然后大家赚了很多钱的背后，看到的就是一些比较热血的东西。是啊，就是让英文讲的 haters gonna hate，酸民就是会酸嘛，你做再好他都会酸嘛。对，批评者从古至今也都没有少过啊，只是现在因为是网络时代，所以很容易在网络上看见嘛。可是你像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批评者也是批评啊。是，所以但是真正对自己有动力完成目标的人，他从来不会去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你说大家笑 Jake Paul 怎样讲这个比赛假的，说 Tyson 老了，可是对他们来讲 whatever， 我才不在乎的，我做的事情是我想做的。而且大家都太低估 Jake Paul 了，这个赛事的行销公司是他的公司。对，你有跟我讲 MVP， 对我本来不知道，我觉得真的很酷很厉害啊。对啊，年纪轻轻，而且我后来就是在他那个记录的影片啊，我就看到他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看我好像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I'm always evolving。对啊，然后 I'm always try to become the best version of myself。对啊，是一个很热血的人，而且他从一个在网络上跳舞然后耍白痴的屁孩，然后后来变成一个打拳的网红，然后还从一开始玩票性质打，越打越认真，然后对手越早名气越大。然后他一直在精进自己，其实这些东西不是说他有钱，然后我有钱我也做得到，no，绝对不是这样。对，那些批评的人，就算你有钱，有他3倍的钱，你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我相信他20岁以前赚的钱已经够他一辈子花不完，他大可躺着干，或者是继续拍那些搞笑影片。是啊，问题是他选择了一条其实很难走的路，相对困难。其实我自己也去做过格斗的训练，我觉得你是跟我训练了，你忘了吗？对，但是虽然蛮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真心觉得要站上擂台，真的都不是一般人做得到，而且他面对的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那些拳手。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在他们的巅峰，也不管这个比赛是不是100%认真打，但是你上去了，再怎么表演，它都还是有危险性的。对啊，看像 WWE 也是有人摔到受伤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表演是表演，没有任何这种积极格斗运动表演比赛是没有风险。那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其实就要给他该有的尊重。对，我自己本身没有到喜欢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他所做的事情会让我觉得很佩服，因为他真的非常懂得怎么去掌握流量。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他的行为如果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觉得就像中国讲嘛，不因人废言嘛。你不喜欢这个人，但他讲的话可能很有道理。这是事实。是，但我想到一个花絮很好笑，就是 Mike Tyson 他那个
Jake Paul 有一次在记者会就说：“哦，Mike Tyson，你的嘴唇看起来很肥嫩，我很想亲你的嘴巴。”然后 Mike Tyson 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以前看过你的影片，16、17岁在这边跳舞，感觉很鲜嫩，我还看到勃起。”他们在记者会有这段对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是这个就是他们8点档的一部分，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对炒作这个话题，或者是干嘛？对你觉得 Mike Tyson 不知道他讲的话被人家骂或者笑吗？他当然知道，他不是傻瓜，但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引燃这个。对，所以你要有一个秀很精彩，就算他只是表演，你还是要投入很多精神跟心力去宣传这个秀，你还是要花时间去准备你的身体状况，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赛完了之后，其实很多我刚刚讲了嘛，很多中年大叔或是年纪更大，其实重新燃起一些对生命的热情跟想法，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58岁接受一个27岁的挑战，这个应该也是前所未有的吧。所以我相信他内在一定有有超过钱的动力在驱车。像我不知道大家对 Rocky 系列电影熟不熟悉啊？就 Rocky 系列的最后一集，也是在讲很类似的故事。他跟当时最强的世界拳王挑战，然后挑战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世界拳王上节目，然后节目做了一个专题，就是要评点有史以来最大的拳王是谁。结果他觉得是他，就点评出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拳王是 Rocky Balboa。你在他全盛期是会被他打趴的。那黑人就不服气，怎么可能？我比他强，速度快，怎样？然后后来就是媒体就促成这个比赛，然后 Rocky 就接战，然后朋友就说你疯了，你跟一个年轻人打，就算是表演赛，你不觉得你很危险吗？怎样？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背景大概就是他太太过世了，他在经营一个餐厅，他是一个老拳王，也不要讲过气，名声还是很高，但他已经淡出这个圈子了。那集他的年纪大概是到什么？差不多吧，50岁，60岁应该有。然后呢，他儿子曾经很好，可是后来因为工作上不顺利，变得也愤世嫉俗，所以有一段影片被剪出来，很多人用 "You're better than this"，就是那一段，就是他讲那段话，那段话很燃。然后，但是他里面讲一段话，其实我很有感觉，就是他就是有点边哭边叫，就说："我觉得我心里面的野兽还没平息，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我还想要去我还想去挑战什么，你们怎么不了解？"然后那时候看到那部片，其实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有触感，就感触。对，然后有一点点眼眶红了，然后到最后，反正那个表演赛结果也类似了。然后 Rocky 的朋友就说："那你现在心里面的感觉那个野兽已经没有声音，平息，就是那是一种曾经的英雄在自己生命的后期，想要重新燃起一些东西，或者想要追求最后的荣光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Tyson某种程度来讲，钱很香，我一再强调，$2000万没有人不想要，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有类似这样的动机在心里面，他才会想要去，即使大病初愈，即使很多条件都不利于他，他还是想要去完成这个比赛。那绝对不是说$2000万我也打，那不是你说要打就打的事情，你可能连训练都撑不过去。有些东西是需要更深层的意志力去支撑的。真的是戏如人生。然后看到就觉得很类似啊。人生如戏。对。Rocky Balboa，Rocky 对，有几集我没有很喜欢，但是最后一集我觉得很棒。后来不是还有 Creed？ 对 ，Creed 的第一集我觉得也很棒，但是后来当然个人喜好不一样了，我还是有看，可是我最喜欢还是 Creed 第一集。第一集讲的是传承嘛，Rocky 确定退休了，不打了，对，然后阿波罗的私生子突然出现，请他帮忙，然后两个人也是互相去激发一些生命的动力，那我也蛮喜欢的。所以拳赛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或者说格斗像这样子，它背后代表的一层意义，就是你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你需要非常有纪律。纪律是必要条件的，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选手，纪律是必要条件。然后你的人格也不能太正常，真的，相信我，所有好的选手都一定有一些人格上面的问题。所以你人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非常很多啊，比如说。我看过一个说法，我听到也是脑袋被敲到，就是我们都会去研究冠军跟一般人的差异是他们多了什么东西，冠军应该比一般人多了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才会成为冠军。他说，但是有一个后来的说法是说，他们其实跟一般人比起来，他们少了一样东西，叫做停止键。冠军不知道什么叫停止。
他们没有办法按停。一般人是做到了 ，OK stop， 停了结束。他的冠军是没有停止键的，他们没有 stop button， 他们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冲，然后我拿到我还要再来，我还要再更强，我要继续。那没有停止键这件事情，其实从正常的生活来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你永远不会满足，然后你永远不会停下来。那没有停止，就代表你的生活其实是没有平衡这件事情的。对，你的无止境的去追求目标，无止境的去精进，换来的就是你在生活中其他层面你是不在乎平衡的。所以其实人格特质来讲，这可能是一种缺陷。平衡的人生，很多人觉得是圆满的，但是冠军的人生并不见得圆满。他们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承担了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黑暗。然后我听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脑袋里有一个东西打开触动，就是好像真的是这样。我正想要这一季多跟你聊聊这一个话题。你要我停止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就代表着很不一样的。因为你就是那个停止键坏掉的，停止键坏掉，我现在还是不用想了。那我买东西的停止键也坏掉，所以我还是很爱买。对，然后我不是那个停止键坏掉或不坏的问题，是我信奉的是一种比较中庸的思想。你是比较偏道家吧？对，有一点啦，有一点。对，但是有没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做法？对啊，那当然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讨论？对啊，一定有更好的做法。对啊，有更好的做法，但是没有完美的做法。对，没有完美的做法。对，但是我觉得不平衡，某种程度来讲也形塑了我的人生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历程。对，我们聊到别急的话题去，我们回到这场拳赛，你除了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以外，你还有没有看到什么背后让你觉得受到启发的事情？简单讲，我看到拳赛就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商业的操作，只要你有清楚的头脑跟你敢执行，其实有非常大的空间。在社群媒体或是网络时代，你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在商业成就上更大。这个是我现在很努力想要学习的，因为在商业上的确我做的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 Jake Paul 给我的启发，就是人设是人设，但是精密的算计跟清楚的头脑在背后是关键因素。不管你对外宣称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你都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步骤是什么，而不是我是屁孩我就是屁孩。因为他绝对不是。很多网红，国外的真的能够存气候的，绝对也都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些网红人设翻车，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他可能就是把人设跟生活搞混。然后第3个就是Tyson给我们的启发，像我后来几年前我就理解一件事情，然后Tyson的这个表演赛让我更清楚知道为什么像我们以前古代讲的嘛，像很多游牧民族，像蒙古人、契丹，我是说像斯巴达这种战斗文明的民族，他们都期许自己在战场上战死，光荣战死，而不是老死病死在家里。他们觉得病死老死是耻辱。那以前会觉得说，这人生这样子平平淡淡走到尽头，也是一个很完满的结局嘛。那可是我年纪慢慢大了，其实我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如果你的人生可以结束在你觉得最光荣、最灿烂那个片刻，不是考虑到胜败，输也好，赢也好，在那个终点，你可以看到那样的结束，其实对有这种企图心跟没有停止键的人来讲，其实是一种恩赐。对，我在那个片刻结束我的生命，就是一切都无悔。然后我以前也听过有选手说，我没有要退休，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死在垫子上，就是 match， 就是柔术选手。然后小时候比较年轻，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可是后来我发现到我没有停止键之后，其实我也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就是很多东西我们求的不是一个平淡的结束，而是一个光芒。就一个很喜欢的摇滚歌手叫 Kurt Cobain， 他引用了另外一个歌手的话嘛，他说 "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fade away"， 燃烧殆尽比慢慢的消失来得更好。
说 One day as a lion， One day as a lion， 嗯，没错。OK， 所以简单来讲，输赢不是重点，找到你想要追寻的意义，有没有获得成长更重要。更重要。对对对， You win or you learn。虽然大家都想赢，但是不见得都能如愿嘛。对啊，那在看完这么启发人心的挑战呢、那我也会很好奇，就是各位听众，你们有没有接收在人生有没有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那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节目有更多的人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听听你们的想法。对对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们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或者是在 YouTube 的频道南子汉学院帮我们 subscribe 按赞、订阅、分享。对，好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次见。下次见喽。